习近平和毛泽东主义和文革的关系，其实我在大概5、6年前有过一个文章，我也可以就是把里边2个观点拿出来，请2位评论和讨论。一个呢就是，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主要观点吧，就习近平他所面临的社会和毛泽东所面临的社会已经非常不一样了。经过改革开放，经过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等等，那包括这个89年民主运动后来的市场经济，然后我们所推动的维权运动啊等等 NGO 啊，互联网啊这些让民众的这个思想，尤其是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相当程度的进步。那呃这种社会基础和毛时代的那种个人崇拜，那种被严重的洗脑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刚才2位都讲到了这种区别，就是他们所面临的这个支持。我主要是从公民社会的这样一个角度，习近平他已经不太可能像毛泽东那样，用枪杆子动员群众那样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然后上街啊、串联呐、来巩固习的权利，这是不可能的了。那与此相关的呢，就是，在2012年、13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那共产党它其实面临政治、经济、社会等等，包括意识形态各方面的危机，它有非常非常严重的危机感。这个在89之后，在胡锦涛时代啊，就已经有包括江泽民时代等等，都有很多这样的官方的文件、官方的讲话，他们非常的担忧颜色革命啊等等这些东西在中国发生。那那我的一个解释，可能很多人不同意，就是他们选择习近平，然后认同或者是事后认同习近平这样的铁腕的路线，是因为这样一种更加铁腕的这种一人独裁的方式，相对于过去集体独裁、九龙治水的方式，它更加有利于应对来自社会、来自西方的挑战。应对共产党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因为一人独裁，他做决策更快更有效，那也不受这个就是像九龙治水那种不同派系的影响，所以呢，就是对于共产党来说，他要维持自己的一党制，他就需要更快的对于威胁他政权的事情进行反应。简单的说，我认为毛是一个爱乱的人，这个是他的个性。他自己说，我们呢，面临最危险的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最愉快的时候。那么，西是爱秩序的人，他可能是过分的爱秩序，他是爱这个要控制到死的一个局面。这个是所以这个所谓的第二个文革，如果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动乱的一个方法来来这个敌对。来就是反对敌对势力的一个方法，毛利用动员群众来达到他的敌人的话，西是完全不一样，他完全是用这个各种各样的控制的方法。第二个事情我想讲的就是说，西上台的时候，他面临一个怎么样的？你刚才汤表提出，他西上台面临各种各样的危机，他对最大的、他自己认为，而且我自己认为他是认为的对的，最重要的危机当时是腐败，党内社会内的腐败。毛面临的危机是，他怕反革命，他怕一些意识形态的衰弱，他
怕阶级斗争可能会产生一个反革命的一个潮流，所以他们面临的危机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西为了解决这个腐败问题的话，他用了一些非常你可以说官僚化的工具，中央纪委，来一个的达到，应该真的是有腐败问题的，大官小官，很多，我们不知道多少，应该是几万。腐败的官员，这样的话，强化控制非常非常强，所以这个政治的制度，就是说党这个几千9千万或者的党员都是非常严肃的听习的每一句话，而尽量要落实他的政策。毛没有这种，毛的时候是非常这个动乱，所以党内也要按照毛的事情做，但是不知道怎么做。习现在更严的控制党和这个国家的体制。是，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刚才陈彪也谈到的，就是说习近平集权，当时就是他刚刚上台的时候集权，我个人认为确实是像邓彪刚才说的，党内相当部分的，包括政治老人，包括他的同僚，都是承认中国共产党遇到了极大的政权危机、政治危机，他们必须要有一个集中权力，而不是九龙治水这样分散权力的办法来救这个党。他们当时是认可习近平要更多的集权，而且在19大上，习近平所谓的他从宪法上修宪来废除终身制这样一个做法，我觉得，而且事实上现在看来也证明，他是得到了党内的高层，特别是高层的普遍的支持的，包括现在的那些对他不满意的那些政治老人，也包括他的同僚政治局现在那套政治局常委等等，都是赞成他集权的。我就说当时是有一个共识，这个集权能够更有效的、更快的对颠覆政权的各种各样的危机产生反应，能够控制等等。当时是有这个东西，但是发展到现在，发展到这个20大前后之前的这样一段时间以后，这一批当时是支持他的人，包括开始红二代支持他，包括刚才说的政治老人，我想也是支持他要更多的集权，要克服党的危机等等。现在后来都发现，习近平这个集权已经过分了，或者说不是说用他们的看法说过分了，是在外面看起来，所有的人看起来，习近平这个集权已经危害到了他们这些利益集团本身了，党内的最高层的，包括政治老人，要否定他们过去的执政的多少年的人，几乎要把他们过去执政的成绩给全部否定掉。实际上，习近平执政所谓经济发展这些东西是建立在前面这些执政的人的他们认为是有政绩这个基础上的，他要把这些人的政绩否定了，还有把这些人的利益，这些人都是多多少少千方百计的把自己的一些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都和西方国家的这个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是和西方国家完全脱钩，完全丧失了过去那个邓小平以来的或者江泽民说的闷声发大财这样的局面的话，他们的身家性命、他们的财产都会受到极大的威胁。还有就是对红二代，他们当时是支持习近平，认为习近平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
作为他们的代表而来执掌这个政权，而过去这些都是些管家，而不是真正的东家。习近平是真正的东家，而代表这些红二代来执掌这个政权的。现在发现习近平这样一搞得过分了以后，就是他要实行终身制以后，使得红二代本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也受到了重大的障碍，因为他们这些人再也不可能成为第二个习近平了，再也不可能成为什么什么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利益，也在习近平这个过分的集权，已经戕害到了所有的这些人的利益，因此才有了前一段时间各种各样的20大前后各种各样的不满的声音出来。当然，知识界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个商人，就是企业家也更不用说了。习近平已经完全得罪了他们的利益，戕害了他们的利益，因此。这是中间是有一个转换的，就是在这几年5、6年、6、7年之间，这些人开始转变了看法，就对习近平集权到了这个地步，他们认为已经过头了，必须要遏制了，或者说希望有些不满的声音，希望他要下台了。但是习近平当然也意识到这个危机，他这个集权过程不光是得罪了整个的国际社会，不光是得罪了中国的企业家这些，也得罪了相当多的官员，甚至得罪了红二代。因此他成了四面树敌的这样一个人，他也知道这个危机，他不能下台。他下台不是说一般的他的权力的欲望要维持自己的权利，维持自己的历史上的生活，不是这个，他是安全感。他知道他自己一下台，他是万马分尸，他是要就是他成了人民全党公敌、全国公敌，甚至世界公敌，成了这样的位置，他不能下去。他一下去，他就面临的是绝底的万丈深渊。所以这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的担忧和现在对他不满的那些利益集团的担忧是很不一样的，但是都同样是都要担忧，就是这个局面转换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一点，刚才滕彪说的那个说法，就是集权对共产党是能够维持他的统治是有利的，是在开出他上台的开始的一段时间是有这样一个整个党心的这个基本的心理状态。但是现在这个已经开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所有的人的利益都被他侵害了，都被他戕害了，所以现在他面临的情况也是非常的危险，非常复杂。看起来他现在20大获得了大胜，但是实际上底下不满的浪潮更在加速的积累。这有一个马小琪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刚才李安友教授和陈奎德教授都已经回答了，就是他说这个体制是否允许领导人根据自己的个人意愿选择成为独裁者？那实际上我们刚才讨论了各种因素，包括他的这个群众基础，包括党内的利益，包括这个派系的斗争。等等，还有就是当然就是共产党党内他也没有民主啊，9000万党员他并没有一个选举权，但是党内的这些核心的这些高层啊，他们有他自己的一定的发言权啊，所以他这个就是而且共产党这几任领导人，从毛到邓到江胡习等等，他们这个权力的运行方式等等也不太一样。这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来自Teresa， 他说习的群众基础相对于毛来说很薄弱啊，但是毛时代的群众有很强的革命斗争经验和能力，而当下的人群没有这种革命斗争的经验能力和这种对抗能力，这个是不是会导致习的政权更加稳固？Andy 对，我想这个问题提的对，因为奎德刚才说西国内群众、国内社会面临很多不喜欢他的势力，但是这个才是一个猜想，对不对？我们没有真正的客观的证据。我记得有一个朋友 Roger Garside，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China Coup》中国的政变。他说可能会发生，就是说李克强和王阳
一起做一个计划，要打倒习近平。但是后来发生是什么？就是说李克强和王阳都不接班，都是要早退休。而且我认为在社会里面，现在你可以说社会大众吃饱，他们吃饱，他们的肚子吃饱，他们就不要搞政治。所以我认为按照这个道理，刚才 Teresa 提到这个道理，习的政权是比毛的政权更稳定，而不是更能够动摇。李彦友教授在一开始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的发展，它给共产党带来了很大程度的普遍的支持。这个在这个政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performance legitimacy，这个我们在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它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的时候会讨论到。而现在中国它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不管是因为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这瞎折腾，还是因为中国过去这个经济发展它的这个必然的一个规律，必然的一个后果，还是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以每年 GDP 10%、8%的速度发展。这个也会带来所以这个绩效合法性它的变化，带来这个整个政权它的这个风险和这个不确定性。那我们时间到了，非常感谢陈奎德先生来给我们进行非常精彩的讨论。感谢梁友教授，我们下次课再见，下周见，谢谢。谢谢李教授，谢谢陈彪，谢谢安迪。